因為我聽嗰啲老人家講咧，我哋呢個新村咧係烏龜村嚟㗎啦，烏龜背嚟㗎啦，出好多能人㗎，即係好似隻龜背咁樣咯，龜背咁樣咯。嗰邊又河咯，依邊又咩咯，做呢個新村風水口咯。究竟呢條村嘅風水有幾好呢？又有幾個架勢嘅人物出自呢條村呢？想知嘅話，咁就要俾啲耐性繼續睇落去啦。首先，我哋當然係填飽個肚，再慢慢為大家講故仔。今次嚟到呢度，其實已經係第4次，所以都聯絡咗新村裏面嗰幾位朋友。而其中一位朋友信義仲為我哋嘅早餐特別加料。此行嘅目標，亦都係好想去探一位幾年冇見嘅好朋友 MC 蕭。過後就去咗佢家族嗰間有70幾年歷史嘅大屋。可以見到喺闊落嘅屋前都種咗好多嘅蔬菜，泥巴出邊仲有啲走地雞喺度食緊野草。MC 亦都養咗隻菜園狗。靚仔掌門口，屋裏面嘅後廳真係非常闊落，睇怕都有幾百公尺咁大。眼中所見呢支長長嘅，就係當年佢哋用木柴煮飯時候嗰個煙囪，大約都有50年嘅歷史。仲有啲保留得非常好嘅舊家私。同埋幾個喺70、80年代都好常見嘅碗櫃，而呢一個就係會喺外圈裝滿水，唔俾啲蟻爬上碗櫃嘅腳墊。屋後仲有佢哋以前帶去巴場嘅大水壺，可以裝10幾公升嘅水，亦見到幾個以前攞嚟裝膠汁、四四方方嘅大容器。後院亦都種咗好多蔬果。有節瓜、酸柑、冬瓜等等。最引起我哋好奇心嘅就係呢個苦菜，由於佢嘅性質係好苦 ，MC 話通常都會霎一輪水再攞嚟炒肉。而後院嘅外面亦都種咗幾棵木樹、椰樹同埋榴蓮樹。我叫莫廣興，喺度金邦摩包嘅第3代嘅人。我哋呢度嘅從祖村跟日本手就投降，1942年過後就英政府翻嚟啊嘛。英政府翻嚟就召集咗嗰啲喺巴場住嘅人咯，因為方便咗佢哋可以控制到嗰啲村民嘅生活嘛。嗰陣時就成立咗呢個新村咁咯。所以講以前英政府已經分落啦，每一戶都有6家嘅巴場啦。我哋呢度咧政府分巴有成立咗3條村，一號村咧就叫做金邦拉濟登，我哋呢度叫做第2村，第2村就叫金邦摩包，第3村就叫做金邦哲靈。呢個第1村、第2村嘅名詞嚟到咧，係以前英政府放話係 Camp 1、Camp 2、Camp 3。喺呢度咧就可以講新呢條村咧，人就有大概有220間屋企咁到啦。地廣咧又人稀啦，呢個新村咧就近啲市鎮，所以我哋新村咧都交通都幾方便。第3代㗎啦，已經好多係遷移咗出去，正式喺呢度新住落㗎啦，喺度住緊㗎啦。村民都係大概700人嘅，就廣西就佔咗40，莆田亦都40，仲有20咧就福建啦、客家啦、高州、廣東之類咯。我係賴敬福啦嚇，我係廣西容縣楊村大坡嘅，
英政府移民我落來就住呢邊有50幾年啦。我記得我係手抱緊啦，係細佬哥啦。咁樣咧先講就點耕種咯，種木樹啊，種樹葉，種油棕咯。我阿公咧就嚟呢個南洋咧係1920幾年，1920幾年喺中國入邊咧，佢啲共產黨成立咗啦嘛，所以過後咧就佢就招好多去充軍，咁我阿公就唔想去當兵啦。開始咧佢就打鄉下傭員，行陸路啊，走啊，行咗一個零月啦。我阿公同我講啊，就嚟到香港啊等船啦，落南洋啦。其實都唔知個方向喺邊度啊，目的地喺邊度啊。咁然之有船就上咗噶啦。啊，咁樣我阿公係上咗馬來西亞咧，就呢個巴生港口就上船嘅。所以講喺巴生港口嗰陣時就上到嚟呢度就。喺蒲中咁做嗰度個礦地啦嘛，而家嘅 IOI 嗰啲地咯，住咗幾年。嗰陣時就聽講有巴耕嗰度寧窿嗰邊有好多嗰啲地體好肥啊，適合種植啦，所以又遷移到呢個寧窿，所以好多嗰陣時嗰啲廣西同一齊嚟啊，都有係咁嘅背景噶啦。我哋呢度村主要都係丹嶺窿啊，嗰個蚊窿都有多半多少啊。多數以前搬落呢條村咧，80%先係廣西人嚟嘅。所以之前啦，因為廣西人嘅就一路都係耕巴噶啦，嚟到喺中國嘅背景嚟耕巴啊嘛，就喺嶺窿嗰度多數嚟種煙啦、種辣椒之類咯。嚟到呢度見到就唔適合，呢個泥質唔適合種，想有一部分嘅咧就亦都搬去第二處咗，比如講水閘都有，而到去色根莊都有，剩翻嗰啲咧就種嗰啲木樹咯，因為木樹呢度咧白泥隔泥啊，我哋講啦，就比較適合種呢個木樹。馬來話叫做丹哈叻啦，嗰啲白隔泥啦，木樹咧喺我條村咧就逗留咗20幾年嘅光景啦。1960幾年到大概82年咁上下啦，就正式差唔多係沒落晒啦。呢個主要嘅經濟來源啦。以前因為我哋呢度分到巴6一家，我哋種樹絨啊嘛，想種樹絨係咪？樹絨啊等7年正可以有收入啊，可以割嘛。所以呢段時間啊，我哋一定要有其他啲收入，所以嗰陣時就發展咗呢個種植咗呢個木樹咯。我哋呢度全部都種晒嗰啲油棕咗噶啦，90幾巴仙啦，都係種咗油棕咗噶。因為種油棕咧，我哋仲可以做好多副業。種油棕係俾人哋承包晒好多咯，割果啊、藥水啊，就係施肥嗰啲，全部都係有人承包晒咯。我哋以前都有做嗰啲犁機啊，以前呢度係可以講全馬趁頭仔最多一條村嚟噶啦，200幾戶，以前最高峰都有120架趁頭仔㗎以前。不過而家就全部都好多改行咗咯。做可以講係做糧食啦，以前嚇做糧食啊，政府分俾我哋，因為就係種木樹啦。我自細又冇書讀咯，因為窮嘛，變到我就跟我阿爸去做巴場咯，我阿姐就負責養細佬女咯，咁樣咯。喺呢度以前做係因為我公個仔女讀書幾辛苦都捱咯，骨交1點就起身啦。我老公就去做襯頭仔，我就負責顧仔女夾埋割樹咁樣咯。呢度都有啲員口啦，但係都係請人做啦，來不來又翻嚟顧下睇下人哋。收下啲收成咁樣啦，所以我搬到去石灣，我又帶我啲仔女全部做晒生意咯。仔女個個都做生意咗啦，唔係講冇做呢啲巴場啦。總之學到老做到老係咁樣咯。嗰日 MC 就用咗呢部超過50年歷史古董嘅漢達斯70，載我去喺村後面嘅油棕苑度取景。期間亦都訪問咗一位園主，因為那個樹哦，我們每次割哦，它沒有好的地方，我們沒有下頭的葉子了嘛，變到1年的時間裏面呢，就比較多了那棵樹哦，我就把它割下來啦，1年割1次啊，洗乾淨它。以前是塑膠了，現在全部種油棕了，工比較省啊，不是利潤好。塑膠你要每天早上2、3點就起來割哦，下雨天就不能做工了哦。這個油棕呢，它是25天左右就來收割1次咯。如果你今天下雨不能做，我明天就可以做嘛。你拉遲1、2個禮拜都不用緊。頭先嗰個操作就叫做洗葉。
亦趁班工友休息嘅時間同佢哋傾咗幾句。Sudah 13 tahun. Yang penting bos jujur, ini kuli pasti boleh tahan lama. Bos jujur, baik hati, lagi cakap pun lemah lembut. Nah, senang kita pahami ini macam. Ini potong pokok daun yang atas. Berapa lama kerja sini? 10. 以前没有幼儿园啊，后来就有幼儿园基金幼儿园啦。可惜呢間幼兒園經已喺10幾年前停業咗。一般上，新村裏面都會有華文小學。呢間小學設施齊全，有幾層樓嘅教室，亦都有一個禮堂。呢個村仲喺村口處建造咗一條迷你長城。從啲剪報中可以見到佢都相當有名氣。喺長城後面嘅公園，仲會有個迷你塔同埋自由女神像，亦會見到做俾村民保健嘅石春爐。村裏面亦都有個民眾會堂，而佢隔離就有一個俾村民運動嘅籃球場。喺呢個村長大，相信都會好開心快樂，有足夠嘅空地俾佢哋踩腳車，走走趯趯。村裏面啲運動設施非常齊全，而且保持得好乾淨企理。呢度亦都有一座關帝廟，聽聞都已經喺度有50幾年嘅光景。喺每年農曆6月19至6月24都會舉辦神誕。一般上新村都會設立神廟，以祈求神明庇佑，生活可以出入平安，風調雨順。喺我哋馬來西亞入邊咧嘅廣西嘅背景入邊咧，同其他啲人咧就有唔同，因為我哋廣西人有一句佢哋游牧民族嘅觀念。游牧民族咧就觀念即係講呢度耕種咗靚咗，然之後再揾一幅地耕種，所以係咁啊遷移嘅。佢唔同其他啲福建福州佢哋一落嚟咗，佢哋就停留喺嗰度，好似福建海南佢哋捉魚就海邊咁樣。通常喺馬來西亞啦，我所知道係廣西都係住喺山區啦。我黎敬福，我細佬黎敬南，我哋兩個人創辦嘅。廣西會館咧有10幾年啦，初創辦咧都好辛苦啊，都冇資金啊，周圍去全國去走咯，冇鐳起嘅間會館，我哋又冇訂銀行嘅，只係講啲鄉里咧。大家幫手啦，財政部護士佢又俾100天我哋喎，咁樣樣嗰隻麥粒咧，木位州議院咧又俾40天我哋，咁樣我哋慢慢走下，就會成功咯，起到間會館咯，家陣咧唔錯啦，又跟住都會99啦，又有2300，黎明呢有500，成績都好靚啦，廣西會員。夾呢個萬雍
愛大華、一號村、三號村、木威，上禮拜都150幾會員，年初3啊，做嗰啲細細嘅宴會咯，大家向利益咯。8月15都有中秋晚會都有做啦，年年都有做啦。我哋廣西人咧都好團結啦，年初3㗎，8月15啊，佢哋個個都自動俾多次資金我哋啦。我哋呢度都好多能人下㗎，唔錯㗎。我們第二圈就出現了幾個出名的人士啦，那麼其中就有 SK 老闆王中華，然後 Jakarta Express 老闆張澤亮，然後還有陳祖白部長。福州紅酒麵線基本上是在大壽的時候和滿月的時候來請大家吃一餐啦。那麼其中第一碗呢就是紅酒麵線啦。那麼紅酒麵線還有另外的意思就是吃一下快快長大，然後大家能夠快樂安康啦，就是這樣子咯。我哋當晚就受到幾位朋友嘅款待，有半燒榴蓮巴摘出嚟嘅榴蓮，亦都有順義喺義瀝嘅朋友度拎翻嚟嘅水馬騮魚。每次過嚟，佢哋都會好熱情嘅招待，都會令我哋感到親切又窩心。啤酒送榴蓮喺呢度係一個普通嘅事情。至於點解呢條魚叫水馬騮，我哋不妨聽聽呢個另類嘅講法。因為他時候母子在樹上看到那隻魚在水裏，他跑去要吃那魚，他從那個樹上跳下來，中這裡，打上來，拿那個叫水馬騮。呢度每個拜六都會有白沙馬冧，雖然檔口唔多，但都為村民提供咗一個方便，譬如話生果、小食、簡單嘅衫褲等等。很好啊，这个新村有贼进物质啊什么啊，到现在我们住到现在呀都没有发生过的。这个新村就是这样好，很合作了这个新村啊。就廣東人、福州人沒有什麼狀況啊，大家都很融洽的住在一起了。村民和諧咯，還有很多和好的人咯。這個新村我覺得很棒，但是可以繼續發展，給我們這些娛樂設施好一點點咯。新村美化可以做好一點點，給別人更多知道我們新村。只要有機會或者是講在我可能畢業過後，可能新村有需要我就會回來。剛畢業1年了，我打算要出去 KL 咯。我哋覺得好親切，所以我每一次有咩大小事，我都會翻嚟呢個新村，翻嚟又可以見下自己嘅親戚。好多朋友啦，一齊啦，個個都過得去，係咯，出嚟咧同呢啲阿叔車大炮，我哋老人家咪同老人家咯，後生女佢都同我哋講話唔同樣嘛，人哋講年輕人嘅嘢，我哋講老人嘅嘢，係咪？好多時候家中老人都想同我哋溝通，只不過佢哋唔知道用咩方法啫。希望大家多啲關心身邊嘅人事物。如果喜歡以上內容，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多謝觀賞。